朋友们，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呢？又为什么会焦虑迷茫呢？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，就需要来到更高的层面解读人生。正所谓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唯有这样，你才能觉悟到核心，也就是看不见和看得见的关系。随着科学的进步呢，我们逐渐意识到人眼可见的以及我们能观测到的仅占宇宙的 5%， 有 95% 呢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的。于是给它们取了个名字，就是暗物质、暗能量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以为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。比如人人都有念头情绪，你能把它们拿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吗？能不能描绘一下它们是什么颜色、什么形状？都不能呀，对不对？但你能说它们不存在吗？肯定不能。就是它们才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正是它们操控着你的人生，不是吗？随着探索的深入，你最终会发现，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。比如行为看得见，但是决定行为背后的那个念头你看不见。肉体看得见，灵魂看不见，但灵魂决定着肉体。因此，想要优化行为，就先要优化念头；想要解决肉体上的问题，就先要回到灵魂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讲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有一个东西呢，浑然而成，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。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，也看不见它的形象，它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的存在，周而复始地运行着，永不停息。它就是万物的根本。吾不知其名，强自之曰道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就把它叫做道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是道生出来的。那怎么生的呢？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证实，任何基本粒子在有观察者的情况下呢，表现出的是物质的粒子状态；在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，表现出的是非物质的波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当有大脑这个观察者时，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就被大脑二元对立的机制解读，合成出万事万物的影像。没有大脑这个观察者时，自始至终只是道，只是波动，只是空。说的再明白一点，就是人生并不真实，它只存在于你的大脑中。假若没有大脑，你什么都看不到。现在认为无比真实的世界，包括你自己，没有你我他，也没有花草树木，只是连在一起无形无相的整体，只是空。万物皆因这个观察而生，它是最初的因。我们说，哪怕宇宙演化的再复杂，任何一件事物的诞生也离不开见，离不开观察。我们的思想跳不出因果逻辑的规则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见总是依在看见的东西上，所以才会去缘起下一个能看见的东西。每一个念头都是由上一个见与所见而聚起。我们习惯把看见、听见、闻见、尝见、触见、意见组合起来当成我，其实只有那个见才是真正的我。这6种感觉只是我对所见场景的贪恋，这种贪恋的习气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。我们习惯认为见和所见结合起来才是我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只不过也是所见之物，而我们却将这个所见之物执着为我，从而生出了更多的所见。我们认为的我是真我与妄想的聚合体，回归本我就是去妄存真，让自己的见不再依附于任何事物、场景以及认知，
纯粹的见即是纯粹的我，纯粹的见能见天地，见众生而不执着攀缘，能离天地，离众生，离一切相。到此你也就明白了，人生只是念相的集合，并不真实，道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它才是生命的本态，才是真正的你。那明白了这个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呢？第一，知道人生有固定的剧本，便不会在得意时忘形，也不会在失意时绝望。既然一个整体的空是唯一真实的存在，那么人类可观测到的5%与无法认知的95%，也只是大脑的概念而已。站在真实的层面，一切都是相连的，是一个整体。也就是说，你看不见的95%，决定着看得见的5%。人生剧本是固定的，因此所有的意想不到都只是本就如此，只是超出了五官和大脑的认知范围，所以你才会理解不了，所以不接纳也只是庸人自扰。除了白白痛苦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你见过谁能改变自己的寿命，让自己长生不老的吗？但这也用不着消极，因为还有第二点，人生并不真实，你不需要跟它较劲。这一生你唯一的自由就是跳出人生，回到真正的自己，这样便能随遇而安，活在当下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把人生当真，没完没了的较劲，你就会痛苦不断。这不就是人间地狱吗？相反，看破真相，以出世的心态入世的活，便能坦然地接纳一切，放过一切，人生自然越活越顺。因为你早已从心随境转，活成境随心转，什么都干扰不到你了，平静自在充实，这不就是天堂吗？一切只在一念之间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3个字：息思虑，也就是净化念头。人生本就是心念投射出来的，你跟着念头走，自然会陷入以假当真的执着，痛苦就不断。所以阳明先生说息思虑，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，佛家讲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说的就是离开脑，回到心。只要你提起觉察，就会发现大脑中的念头不断，杂念纷飞，而你要做的就是时刻保持觉察的活。当然，这个方法呢，有2个前提：一是要清楚你的念头并不是你；二是不要评判你的念头，要觉知念头，也就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，去觉察自己每一个想法、每一个情绪、每一个记忆和画面。我们平时可能更多的处于无觉知状态，也就是自己会陷入那些想法或情绪中而不自知。第一步就要解决这个不自知的问题。练习的一开始可能反应会比较慢，比如遇到一件事自然的生气，然后过了10分钟才反应过来，我刚才陷入到了生气的情绪中。这就是一种觉察，虽然很慢，但也是良好的开始。一直保持这种觉察，随着练习次数增多，你觉察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到后来，可能你的念头刚刚升起，你就觉察到了。第2步就是静观念头。要知道，念头本身是随机生灭，是无意义的幻想，是我们的意识融入到念头中，才给了念头强大的能量。比如我们产生了一个念头，叫做彩票中了1亿会怎么办？当我们的意识融入进这个念头之后，它就开始运作了。比如给家里多少钱，买房买车花多少钱，出去旅游花多少之类的。但当我们的意识和这个念头分离开，比如被人叫走去工作了，这个念头就会瞬间破灭掉。有些时候，
我们被某些念头、某些情绪所操控影响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融入其中了。从某种角度说，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被这种念头所操控影响。当我们真心想从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，瞬间就可以出来。出不来是因为潜意识不想出来。不要觉得这有多悬，大家其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举个例子，当你正跟一个人吵架时，吵得正上头，脸红脖子粗，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电话过来找你问个事，你一转头，马上就是平静的状态去回答那些问题。在那一刻，你已经和之前的成见分开了。当然这之后往往就是回答完，放下电话继续吵。不管是拿起电话的平静，还是放下电话的继续愤怒，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不过是自己的意识和念头的结合与分离罢了。这个例子其实还是一种无觉知状态。我们要做到的是在有觉知状态下的静观念头，觉察到了念头的出现，然后自己的意识不要参与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它。你只要不参与、不互动，那些念头就没有能量去支撑，会瞬间破灭。试想前面的那个彩票中了1个亿的念头，如果你不参与这个念头，它怎么往下进行？它进行不下去的。只有你去想这个念头才能继续发展。你如果不去想，它就没了。而平时我们大多处于无明状态，也就是自己的意识会被很多的念头所牵引融入其中。当你的意识融入进一个念头的时候，你就被它操控了，你就不再是那个本源的你、清净的你了。所以有句话说得好，你不知道你，所以你是你。当你知道了你，你就不再是你了。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这么说，你不知道你，所以你不是你。当你知道了你，你才真正是你。在静观念头的开始阶段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念头杂乱无章，而且纷至沓来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不用去管它们。来一个静观一个，来一双静观一双。你只要不互动、不参与，不管多少念头都是瞬间破灭。在初始阶段，我们的意识还是很容易被念头吸引，很可能突然融入一个念头去做白日梦了。这也没关系，我们尽快把自己的意识拽出来，继续保持静观念头的状态。这种把自己意识拽出来的能力，其实跟练肌肉一样，你练得多了就逐渐强壮起来了，会越来越快地把意识拽出来。一开始不熟练，做别的事容易分心，把观念头这件事给忘了。当熟练之后，只要你还有意识，就可以一直观。当我们可以做到不被任何念头所影响操控的时候，此时就只剩下我们自己的本源意识。这种状态就可以叫做自在，因为任何外物都无法影响到你。当然，那种时候其实也不存在所谓的外物了。无内无外，无我亦无物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由观而得自在，可称为观自在。当你这么做，一天下来，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正向的力量，活力无限。最后你要记住，看不见的决定看得见的，看得见的是幻，看不见的是真。所以人生只有6个字：拿得起，放得下，随缘应对。需要拿时就去拿，但始终明白一切都只是幻，于是随时都能放下。这样的人生又怎么会不丰富、不洒脱呢？人活一世，不要被念头困住脚步，而要活出极限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